林轩穿越玄幻世界数年，依靠着家族底蕴疯狂氪金，好不容易成了宗门第一人，却发现自己居然是个反派。升仙台悬空而立，七彩神魔晃得人睁不开眼。林轩一袭血衣，黑发乱飞，负手而立。不愧是我们气玄宗100年来最强亲传弟子。林轩师兄气场好强，只是远远看一眼，都能感受到他身上那股锋芒。我听说了，宗主这次给林轩师兄开生死试炼，通过试炼，他可能成为七玄宗少宗主，将来有可能执掌七玄宗。这算什么？我还听说通过试炼还能去中荒灵域深造。中荒灵域，那可是天荒六域的所有神道圣教的传承之地。此刻备受瞩目的林轩心里却是高兴不起来。林轩掏出一封家书，手抖得跟筛糠似的。家书几个大字特写：修为尽废，神秘戒指，废柴未婚妻。这配方熟的能齁死我。这不就是江火火同款开局吗？怪不得老子穿过来没有金手指，原来我是那个上门退婚被打脸的二逼反派。哈哈哈，这么玩是吧？老子3岁通气海，5岁开神谷，18年卷成9星大武师，结果你 TM 告诉我是个反派。一想到退婚侥幸姐喊着3年河东3年河西，把林轩当野怪刷了，心里便想骂娘。要不先下手为强？林轩摇摇头，不行不行，主角天命加身，且不说自己能不能干死对方，真要下死手的话，万一侥幸姐戒指里的通天带结实，自己也扛不住。就算通天带不出手，也保不齐主角会重生。到时候不仅自己玩完，家族跟宗门都可能被牵连。林轩突然一拍大腿，眼神发亮，硬的不行那就来软吧。这种情况下，小未婚妻一定跟很缺爱，内心渴望被人肯定，来鼓励鼓励。找到突破口后，林轩选择违背家族的意志。林轩光掏出储物戒指，将各种奇珍异草、名贵丹药、高深功法疯狂往里塞，甚至拿出信封开始撰写。亲爱的明月，你是最棒的，不要气馁，我永远不会退婚，安心修炼，爱你的林轩。江烟跪坐在地，神色落寞，周围全是面带讥讽的族人。10年了，这个废物终于可以滚了。当初要不是有林家的一纸婚书在，这废物可能早就被家族除名了。就是，还白白浪费家族资源。倘若当初跟林家联姻的是我，而非嫣儿妹妹，又何来林家退婚一说？突然，一道恐怖威压从天而下，大厅屋顶瓦片乱飞，林浩飞旋落地，地面砸出一个坑，江家众人瞬间变脸，家主直接滑跪。不知业族尊使驾到，有失远迎。奉少主之命，给江烟送信。江妹兴奋地跳出来，肯定是退婚书，哈哈！叶少主何等人物，怎么会要一个废物？江妹迅速凑到江烟身前，老天爷开眼，不能所有好事都落在你身上，你修为倒退就是最好的报应，害怕吗？叶家一来退婚，你连最后的仪仗都没了。林尊使，这废物不值得您专门跑一趟，今日我便将他逐出江家。废物东西，当初老夫瞎了眼，才将那些家族资源给你。早知道你这样，那些资源给狗也不给你。林浩给了江妹一个关爱智障的眼神，掏出一个信封，信封鼓鼓囊囊。戒指老太叹了口气，徒儿无需气馁，你的天赋远在凌轩之上，为师恢复些许实力，便一剑灭了那狗眼看人低的七玄宗。徒儿打开看看。江烟颤抖着接过，乖巧打开戒指，哗，一股赤红色的灵光冲天而起，各种灵草血影在空中乱舞，血蟒枝、血玉骨身、鸡冠凤尾花。江家族众人见此，皆是眼前一亮，脸上的贪婪之色毫不掩饰。这哪是退婚啊？林家该不会是来扶贫的吧？退婚补偿哪有这么丰厚？林轩他想干什么？在众人惊愕的眼神中，江烟打开信封，扫过信中内容，俏脸随即一红。那小子既没退婚，还说要护着你，有点意思。江妹见江烟发呆，一把夺过信纸，婚约已定，你是我林轩之妻，自当护你一生一世。江妹念到最后，声音骤然卡住，脸色从得意变得僵硬，再到扭曲。不可能，你是废物！林轩为什么不退婚？这信是假的，一定是你找人伪造的。江家众人闻声，态度立马转变，甚至有人当即凑到江烟身边，满脸谄媚。嫣嫣，好福气，林轩少爷真是重情重义。是，之前是我们糊涂了，还望你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计较。江烟见众人这般变脸，嘴角扯出一抹冷笑，眼神漠然。江妹受不了这打击，伸手就要去抢储物戒指。假的，戒指里的东西也是假的。江妹不仅不肯相信，就连来江家送信的林叔也被她当成了跟江烟串通好的骗子。你根本就不是林家之人，为何要假传书信？你个骗子！见此情景，
江家家主和一众族老都吓得不轻。江家主瞬间闪现在江妹面前，扬手就是一巴掌。放肆！竟敢冲撞灵尊石！你想害死我们整个江家吗？我没疯，是江烟用假的林家书信骗了所有人，我要揭穿他。江妹不是不相信，只是无法接受，凭什么江烟一个废物还能遇到林轩这种对他不离不弃的良配？他嫉妒江烟沦落到这般境地，还有翻身的机会，嫉妒江烟所拥有的一切。江家家主抬手一掌劈在江妹气海之上，直接废除了他的修为。疯妇，竟敢在灵尊石面前胡言乱语，今日便将你逐出家族。江烟看了一眼瘫倒在地的江妹，收回目光，握紧手中的储物戒指和信纸，转身离场。林轩，等我神血洗髓，重归巅峰，并当面谢过，届时我才有资格站在你身边。七玄宗升仙台。我操，什么玩意儿在震我脑袋？林轩脑海里突然传来一阵电子音。获得江烟好感，大道气运+1，大道气运+1。林轩瞳孔地震，嘴巴张成了凹形。我操，系统，苍天有眼，老子迟到18年的卦终于来了。获得江烟好感，大道气运+2、+3、+5。感受到体内不断攀升的大道气运，林轩眼神微眯。原来小娇妻才是我的金手指啊！林轩暂时还不清楚这所谓的大道气运究竟是什么，但从气运出现的那一刻起，他便明显感到体内有股洪荒之力正在酝酿。我怎么觉得林轩师兄身上的天地灵力更雄厚了？不会又要突破了吧？我记得林轩师兄才刚刚突破没多久啊，这是又有了新的感悟。林轩师兄不愧是我辈第一人，这修炼速度，我们怕是骑马也赶不上。还骑马？你骑驴都追不上。林轩并未理会下方的骚乱，此刻他所有注意力都放在研究系统上。系统老铁，你都有啥绝活？林轩识海中骤然浮现出一道金灿灿的转盘，按照指针标注，100点大道气运可抽奖1次。系统出品，必属精品，银货2器，童叟无欺。这是抽奖。对于前世饱读网络小说的林轩来说，这种设定早就司空见惯了。不就是收集小娇妻的好感吗？现在的江烟肯定很缺资源了，只要老子当他的榜一大哥，搞点大道气运还不是简简单单。正当林轩潜心研究系统时，一位七玄宗弟子匆匆来到升仙台前。林轩师兄，宗主出关了，他和各位长老在大殿中议事，特意让我来邀请您过去一趟。算了，回头再研究抽奖。当务之急是看看那几个老登又要整出什么幺蛾子。林轩一步迈出，身子凌空而起，朝着大殿方向飞去。七玄宗长生殿，生死试炼准备的怎么样了？回宗主，诸事已准备妥当。闻声，林轩脚步顿住，悄悄贴墙听候，表情略显紧张。这陈老登，该不会又要劝我跟江烟退婚吧？本宗主听闻轩儿不仅没打算退婚，甚至还派林家下人给江家那废物送去了诸多天才地宝。此事当真，那些天才地宝皆是修炼之宝，怎可耗费在一介废柴身上？未免太过可惜。胡闹！林轩是我宗未来的希望，岂能被洛云城一个废柴的婚约绊住脚步？还望宗主早做决定。玄金所言极是，明日你随他去一趟洛云城，让林轩当众退婚，断了这层牵绊，也好让他安心去闯生死试炼。当众退婚，这他妈哪是退婚，分明是让我当众送人头。一念及此，林轩不再犹豫，猛地推门而入。宗主万万不可，婚约已定，我林轩绝非始乱终弃之人，退婚之事恕难从命。此话一出，殿内众人纷纷回头，长老们全都瞪大双眼，满脸错愕。主座上，宗主手指轻扣案几，目光沉凝，神色已然不悦。林轩，那不过是一座小城的废物，怎能配得上你？轩儿，修行之路道阻且长，岂能感情用事？这些年来，七玄宗为了培养林轩，可谓是倾尽所有。一旦林轩成为七玄宗少宗主，便能进入九玄神道修行。到那时，以他的天赋与成就，又岂是一个小族废物所能染指的？本宗主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只要解除婚约，我便在生死试炼前传你七玄秘法，助你稳坐少宗主之位。话落，大殿内传来一阵整齐的倒吸冷气声。七玄秘法乃是七玄宗的至高功法，宗主这番话，无异于已经钦定林轩为少宗主了。换做任何人都难以拒绝这等天大的机缘。抱歉，宗主，我意已决。在至高秘法和活命之间，林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什么七玄秘法，别找那些有的没的。就算我有命学，也得有命练啊。检测到江烟使用血蟒汁，获得江烟好感+5，大道气运+3、+5、+5，当前气运值308。江烟这反应够激烈的呀，
好敢说涨就涨，老子现在都有气运加持了，还稀罕那什么七玄秘法？要不抽次奖试试，顺便吓吓这群老登。林轩心念一动，当即决定抽奖。引100气运值。转盘上的指针飞速旋转，最终缓缓落在一处彩色大字上。谢谢惠顾。这头，我瞧里外。林轩，你这副神情是对宗主的提议不满吗？七玄宗宗主和大殿内的长老们见林轩脸色难看，火气也一下子上来了。可他们不知道，林轩此刻比他们更气，100气运值就这么打了水漂。林轩的赌狗心理彻底上来了，他不信自己还能继续不中，心念一动，抽奖轮盘再次转动，这次更过分，指针停下后直接显示空字。这头，我敲里奶的3叔公。接连损失200气运值，林轩突然觉得修炼七玄秘法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梭哈，必须梭哈！随着系统最后一次提示扣除100气运值，转盘再度开启。这一次，指针最终稳稳落在了金色区域。恭喜宿主抽中大道果实。大殿内的气氛瞬间变得诡异起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林轩身上。林轩，你执意忤逆长辈，别怪宗门不给你面子。若你再不回头，那就……七玄宗宗主的话还未说完，大殿内突然亮起一道璀璨金光。这道金光耀眼夺目，宛如9天之上降下的甘露，散发着赫赫神威，降临在林轩身上。此等血脉波动，莫非当年林家传说是真的？神骨是林轩的神骨觉醒了。传说林家是上古神族后裔，只是后来神骨被诅咒削弱，早已消失千年。没想到神骨竟会在林轩身上焕发生机。大殿上空，云层骤然裂开，漫天天地灵气疯狂汇聚，如同潮水般向着林轩体内涌去，阵阵金光如蛛丝般遍布林轩周身，仿佛下一刻就要破体而出。破空境，林轩境界神骨之力，直接踏入武道宗师之境。18岁的武宗还是神器之人，这等天赋，哪怕是中皇领域的那些大宗门也得抢着要啊！片刻后，林轩周身的金光缓缓收敛，气息却愈发沉稳雄厚。感谢宗主与诸位长老厚爱，但婚约之事我绝不会改主意。轩儿说笑了，婚约乃是你的私事，本宗主无权干涉。是，林轩失职自有决断，神骨觉醒乃是天大的喜事，当贺。生死试炼的时间就定在半个月后吧。轩儿，你刚突破境界，这段时间好好稳固修为，一会儿我便命人将稳固境界的灵药给你送去。那就多谢宗主和诸位长老。望着林轩离去的背影，宗主轻轻叹了口气。数日前，九玄神道降下神谕，要求散落在4大荒域的所有神族血脉，挑选各自门下最有潜力的亲传弟子，前往九玄神道修行。九玄神道已经很久没开启过前往中荒领域的修行资格了。虽然七玄宗宗主不清楚九玄神道为何突然降下这等神谕，但他深知这对七玄宗而言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林轩还是太年轻了，等他通过生死试炼，进入九玄神道，见识过更广阔的天地，自然就会明白我们今日的苦心。没错，九玄神道内天才辈出，更有倾国倾城的神女将士。不知到了那时，林轩又会如何抉择？林轩已然觉醒神骨，希望神道开启之时，我七玄宗能拔得头筹。回到自己的住处，林轩二话不说，翻出信纸便开始动笔写信。我的金手指能顺利觉醒，肯定跟江烟脱不了关系。这时候必须趁热打铁，继续输出好感。望着系统面板上仅剩的8点大道契约，林轩清楚自己确实需要再写一封信，从江烟那里进点货了。这回的书信没有太多感情拉扯，只是单纯鼓励江烟潜心修行，甚至还将自己的一些修炼心得与感悟也写了进去。修仙世界到处都是尔虞我诈，也就老子怀揣着一颗真诚的心，当个默默付出的舔狗。林轩刚把信写好，林浩便从洛云城回来了。看到林轩桌上墨迹未干的信纸，林浩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古怪。少主，江烟固然有避月修化之词，但您又何必为了他忤逆族老们的意思？况且七玄宗宗主也不会允许您去这么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我觉醒神骨了。林轩没给林浩把话说完的机会，这短短6个字宛如一记惊雷，在林浩耳中炸开。少主，您当真觉醒了神骨？林浩的话再次没能说完，便看到林轩身上缓缓绽放出缕缕金光，神骨的威压扑面而来，感受到神骨中蕴含的恐怖波动，林浩双眼瞬间翻光。作为拥有神灵血脉的林家族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神骨觉醒意味着什么。现在我有资格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了吗？肯定有。别说江烟只是被认为是废物，他就算是个残废，只要少主喜欢，林家族人也绝不敢多说半个字。残废？我的口味这么独特吗？在林浩看来，此刻的江烟于林轩而言，和选个残废确实没什么区别。我这就回去，将少主觉醒神骨一事告知家族。别急，
回林家之前，你先把我这封信送到洛云城，务必亲手交到江烟手中。他林浩，堂堂七星大武师，放眼云国也算是一方强者，如今竟成了2个小情人的送信工具人。林关海，你看看你找的好儿子，放着周旋神道的大好前程不要，为了一个废物死定终身，还敢忤逆祖宗爵业。事关林轩参与生死试炼一事，七玄宗特意在开启试炼前派人向林家暗示了态度，这才有了三长老当众斥责林关海的一幕。三长老休养胡言，这婚约是老祖亲自定下的，轩儿只是信守承诺罢了。何来私定终身一说？信守承诺有个屁用！什么事能比让林家重回中皇更重要？七玄宗都已经暗示了，那个废柴未婚妻就是林轩的污点。关海，此事轩儿确实太过任性，我林家等了1000年才出这么一个天才，绝不能栽在一个废柴手里。林关海还想继续辩解，却被大长老挥手打断。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一道流光突然砸在宗祠门口，林浩踉跄着摔了进来，头发凌乱，气喘如牛。好你个林浩，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我听说你还帮林轩给那个废物送了各种奇珍异宝，家族子弟都没享过这种待遇，你好大的胆子！少主人早就料到你们会再次犯难，让我给诸位传句话。林浩话音刚落，便将手中的神符捏爆。关于婚约，我意已决，无需在意。另外，这个东西你们应该不陌生吧？霎时间，金光乍现，林轩的虚影周身被璀璨金光环绕，4个人睁不开眼。神果，这不可能！他怎么会觉醒神果？关海，我族族长之位空缺100年，你愿意继任吗？大长老此话一出，宗祠内瞬间炸锅。之前还对林轩口诛笔伐的族老们脸色骤变，纷纷围到林关海身边溜须拍马。恭喜族长，贤己之人的眼光几乎有错，那江家姑娘必定有过人之处。就是神奇之人信守婚约，那是我林家的福气，谁敢说三道四？假的，都是假的。林浩，你以为搞个虚幻抽影就能骗过所有人吗？除非林轩现在站在我面前，当众让我检验神骨真伪，否则我绝不相信。望着睚眦欲裂、状若疯魔的三长老，在场的林家族人纷纷与他拉开距离，就连三长老这一脉的族人，也都像看待傻子一样看着他。你们都什么眼神？我没疯，我只是说出事实真相而已。林关海，你一个螃蟹长老，凭什么担任族长？三长老满心不服，他不服自己多年的努力，竟比不上林关海有个好儿子。林关海，你该死！三长老彻底动了杀心，周身缭绕起恐怖的气息，径直向林关海袭击而去。关键时刻，大长老骤然出手，一道灵力牢笼从天而降，将三长老强行镇压在原地。如今林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位神奇之人，大长老自然要牢牢将林家与神奇之人捆绑在一起，绝不可能让三长老坏了大事。三长老突发疯病，以下犯上，贸然袭击新任族长，罪大恶极，当剥夺长老之位，镇压于烈狱之中，受心火焚烧之刑，神魂不散，极刑不止。三长老一脉，念其多是遭受蛊惑，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责令你们1日之内迁离林家祖地，终其一生困守烈狱边缘，不得踏出半步。大长老的判决一出，顿时引来林家族老们的一致认同。林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觉醒神骨的天才，岂能被三长老葬送大好前程？这老疯子，自己受烈火之刑就算了，居然还连累我们一起受罚。三长老一脉的人虽不用像三长老那般忍受心火煎熬，可终其一生也不过是被困在烈狱边缘的囚徒，再也没有出头之日。林家族长之位空悬100年，终于迎来了新任族长。除了被处罚的三长老一脉，整个林家一片喜气祥和。所有人都清楚，林家的喜气并非因为多了一位新族长，而是因为出了林轩这样一位觉醒神骨的神奇之人。继任大典结束后，林关海特意留住了林浩。林浩，你刚从洛云城回来，一路辛苦，不如在族中休养些时日，我也好问问你关于轩儿的近况。族长，不是我不愿留下，少主有更重要的事，让我赶往洛云城。重要的事儿？这小子有什么事能比老子担任林家族长还要重要？难不成轩儿觉醒神骨以后忽然想通了，决定去跟江烟退婚？林关海想到这，便叹了口气。当初他在林家人微言轻，家族抱着完成先祖的约定，才让林轩跟江烟定下婚约，否则儿子也不会因为婚约被人诟病。说起来，还是我这个父亲没本事害了他。族长，少主要做的事，自然有他的理由，我们只要在背后支持他就好了。这句话原本是林浩在内心深处默默说服自己的，但他现在觉得林关海比他更需要这句话。希望族长日后得知事情后，能想开一些。林浩望了林关海一眼，身上浮光闪耀，眨眼间便化作一道光消失在林家。洛云城江家有了林轩提供的奇珍大药，江烟神血洗涤速度也开始成倍递增。戒指中的老太以残魂状态悬浮于江烟头顶，为其护法。江烟服食血玉骨餐后，随着药力涌入体内，周身缭绕着耀眼的神光。这一刻，江烟终于突破桎梏，一瞬间，洛云城的天地灵气化作庞大的漩涡，向着江烟汇聚。起初只是江烟所在的房间，
接着是他所居住的院落，最后异象甚至蔓延至整个洛云城上空。是谁引动了天地异象？怎么整个洛云城的天地灵气都朝着江家汇聚？洛云城武者望着不断变大的灵气漩涡，无不惊骇，就连江家族人也是一脸懵逼。江家家主望着灵气汇聚方向，那里正是江烟的院落。江烟不是个废物吗？怎会引来这般恐怖的天地异象？在江家家主看来，能引来如此大的灵气漩涡，必然是惊动一方的绝世天才。很显然，江烟并不属于其中。赶到江烟家附近的江家家主和族老，皆是一脸若有所思地望着江烟紧闭的房门。会不会是林轩？江家家主心中一动，一想到昨日李林轩在信中为江烟强势撑腰的态度，再加上如今族老的话，结合现在的江家上空的天地异象，江家家主愈发觉得族老们的猜测绝非空穴来风。莫非江烟房中引发天地异象的真是林轩？众人心中有了这念头以后，便觉得此地能有这种天地异象也就合理多了。不愧是七玄宗少宗主，随随便便修炼能引来天地异象。林轩简直是天纵之才啊，潜力无穷。我江家有子良婿，当真是祖宗显灵，三生有幸啊！洛云城一家酒楼门口，一位醉倒在台阶上的酒糟鼻老者，浑浊的眸子猛地迸发出色彩。洛云城外，一位身着灰袍、背负长剑的中年，淡淡的朝着洛云城上空的灵气漩涡扫了一眼。天地异象，此等惊世奇才，定要收入我结剑山庄。话音刚落，其背后长剑化作阵阵剑光，连同灰袍中年一起消失在原地。江家家主和一众族老站在门口，焦急等待着。随着时间流逝，江烟院中的灵气逐渐变得稀薄，一切恢复平静。终于结束了。眼看着天地异象彻底消失，江家一众族老皆是打起精神，终于要见见这位林家天才七玄宗未来的少宗主了吗？江家家主和族老们面露期待，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可过了许久，始终不见林轩的身影。人呢？什么人？林轩啊，他不是在你房间吗？之前的天地异象应该是他引发的吧？江家家主的话令江烟美眸微皱，在这些家族族老仪式里，哪怕引发天地异象的另有其人，也不可能是他们欺压多年、视作废物的他。一道流光掠过，林浩缓缓地落在江烟面前。恭喜江小姐突破桎梏，能引来这种天地异象，想来此次收获不小吧？少主眼光果然独了。昨日里还是修为被废的江烟，才用了不到1天时间，便引发天地异象，成功突破桎梏。像这种程度的天地异象，怕是跟觉醒神骨的少主相比，都不遑多让。此刻，不仅林浩内心惊骇，就连江家族老也对林浩的祝贺脸上尽是难以置信。林尊师，什么意思？你说刚才引来天地异象的不是林轩，而是江烟？这不可能，江烟不是被废了吗？即便江家家主和族老江林浩跟江烟的谈话听得一清二楚，也难以相信一个被家族圈养了10年的废物，竟能引动天地异象。尊使去而复返，莫不是为昨日婚约之事而来？江烟心中早有揣测，林轩信上所说的不会退婚，可终究抗不过林家跟七玄宗的双重压力。毕竟没有哪个势力会愿意让林轩这般天之骄子娶我这般修为尽废、出身卑微之人。可惜他昨日送的大药已经被师尊用神力炼化，帮我完成了神血洗涤。这是林轩昨日交给我的储物戒指，其中几株大药已经被我炼化，日后我修为有成，定当100倍奉还。至于婚约，江烟话说未说完，递出去的戒指又被林浩推回。尊使不敢当，我只是少主身边跑腿的。至于戒指，少主送出去的东西，岂有收回之理？林浩似是看出江烟心中所想，江小姐不必担心，林家跟七玄宗已同意少主的决定，婚约之事无需担忧。江烟美眸睁大，林家跟七玄宗同意了，自己这才刚恢复修为，消息还没传出，林家跟七玄宗又怎会允许林轩跟他修为尽失的废物成婚？少主已觉醒神骨，不日将踏入生死试炼，这是少主让我转交于你的修炼心得，或许对你的修行有所帮助。望着林浩递来的书信，江烟愣住，就连江家家主等一众族老听到林轩觉醒神骨，更是瞠目结舌，惊掉下巴。难怪七玄宗跟林家会这般纵容他。一位神奇之人，足以打破世俗成规。不过比起林轩觉醒神骨，林浩的后半句明显让江烟触动更深。你这夫婿倒还不错，这心得感悟对我修行的确有所裨益，还望林尊使回去后替我谢过你家少主。林浩隐约感到2道强横气息正在逼近，不过这2道气息并无恶意，想必是江烟引来的天地异象，引来云国强者前来，这也算是江烟的机缘。他在此反倒是显得有些多余。既然书信已送到，但林浩告辞。林浩离去后，江家族老们皆是神色激动地围了上来。就在江家众人尴尬应该如何开口时，江家供奉我10年，这10年来，你们通过我和林家的婚约，也在林家那边捞到不少灵矿和资源吧？没有啊，都是一家人，没必要算这么清楚吧？是啊，家族的东西不就是你的吗？燕儿，你若愿意，明天我们便让人将家族中1/10不1半的宝物统统送你。
林轩觉醒神骨，成为神奇之人。江烟今日又引来天地异象，此刻江家众人只想拼命拉扯，半点不敢再提从前。不必了。江烟划破指尖，当空划过一道斜线。我江烟以天道发誓，从今日起断绝与江家一切关系，日后江家一切与我无关。言儿不可。江家一众族老皆是脸色大变，他们想要阻止，可江烟以天道立誓，誓言已成，此事再无回旋余地。没了江烟，就没了林家的婚约，日后江家还如何在洛云城谋取各种便利？不行，绝不能让他走了。此刻江家家主心思急转，已然动了强行留人的念头，全然不顾天道誓言的威胁。就在此时，一道剑光落下，接着一位身着灰袍中年自其中走出。我乃节剑山庄剑主王重阳，不知江烟小友可否拜入我节剑山庄？什么？节剑山庄？节剑山庄是云国第一大宗派，节剑剑主更是云国10大顶尖强者，他居然亲自来江家收徒。节剑剑主王重阳主动登门收徒，这份分量虽比不上林家婚约，但在这云国境内，王重阳的名号足以震慑一切宵小。就在众人惊骇之际，一个酒葫芦骤然砸在剑光之上，紧接着一位酒糟鼻老者瞬息而至。重阳啊，还是这般心急。九剑痴，你怎会在此？若说王重阳是云国10大高手，那九剑痴的来历同样不凡。他本是一介散修，意外获得顶级剑道传承，曾一人一剑挑的节剑山庄无人敢应战，故而相较王重阳，九剑痴的威名更胜一筹。剑痴，连收徒这种事，你也要来掺一脚？王重阳与九剑痴本就有旧怨，仇人相见，分外眼红。想打一架？二人即将动手之际，一道血红大剑骤然横空而至，一插进，竟将九剑痴与王重阳震退至100里之外的庭院。阁下是谁？何人在此造次？难不成你想同时与我2人为敌？刹那间，一抹血红将江家上空彻底染红。哼，就凭你们还不配知晓本座名号？即便云国那个老东西见了本座也不配直呼其名。闻声，九剑痴与王重阳刚要开口反驳，便见虚空中浮现出一道血红大剑的虚影，紧接着一位风华绝代的女子踏着漫天血红缓缓降临。见此一幕，江家家主与众族老惊得目瞪口呆，下巴险些掉落在地。御空而行，这是武王强者。老夫无意叨扰前辈，先行一步。下一刻，九剑痴与王重阳转身便遁走，生怕触怒了这位高高在上的武王强者。就在众人尚未反应过来之际，一道身姿高挑、体态玲珑的身影已然浮现在江烟面前。那2个武宗还不配教你？我名剑三娘，你可愿做本座弟子，入我苍兰剑府？剑三娘轻飘飘一句话，直接将江家家主与众族老吓傻了。要知道，苍兰剑府乃是整个南荒域中唯一一个能与七玄宗并驾齐驱的顶尖学院，剑三娘更是在南荒域赫赫有名的存在，实力丝毫不弱于七玄宗卸任宗主。你是看上了我的资质，还是看上了林轩背后的九玄神道？此话一出，江家众人吓得面色煞白。要知道，眼前这位可是杀伐果断的剑三娘，她若动怒，别说一个小小的江家，哪怕是整个云国都能被她掀翻。都有。虽说招你入苍兰剑府，本座有几分私心，但确实看中了你的天赋。况且你已脱离家族，日后难免缺乏修行资源。若你应允入府，本座可许诺你各类修行资源、顶尖秘法，皆可优先考虑你。剑三娘毫无隐瞒，直接亮明底牌，将自己的优势全盘托出。江烟感受到剑三娘的诚意，当即躬身行礼。学生见过导师。在戒指老太看来，身为9星武王的剑三娘勉强有资格指点自己的徒弟，故而并未阻拦。随着剑三娘将江烟带走，洛云城那些曾被江家打压过的势力也开始蠢蠢欲动。如今江烟一走，江家没了林家的支持，这些年被江家霸占的好处也该一一讨要回来了。南荒域七玄宗内，我的江烟好感度+10，大道气运+7、+9、+15。感受到来自江烟贡献的大道气运，林轩只觉前18年都白活了。明明一碗喷香的软饭摆在面前，他先前竟不懂珍惜，好在并未错过，也无需追悔莫及。看来这封信算是送到侥幸姐心坎里了，居然一口气给我报了这么多大道气运。林轩望着此前3连抽后仅剩8点的大道气运值，此刻竟飙升至恐怖的500点，足足5次抽奖机会，继续梭哈。林轩全然忘了昨日在大殿中那枚笔行为。随着林轩指尖轻点，抽奖指针飞速转动，接连掠过2个谢谢回顾后，指针最终定格在一处金光璀璨之地。又出金了。林轩视线中金光渐渐消散，一颗通体剔透的大道果实缓缓落入其手中。不知将这颗大道果实吃下，我的神骨又会迎来怎样的蜕变？这一回，林轩没有丝毫犹豫，直接将大道果实塞进了嘴里。刹那间，磅礴浩瀚的大道气息疯狂涌向林轩四肢百骸。在这股神威的浇灌下，林轩刚突破不久的武宗境界竟开始松动，眨眼间便从1星武宗飙升至3星武宗巅峰。随着林轩周身金光散去，他握了握拳，脸上露出了极为满意的笑容。
如今我虽只是3星5宗巅峰，但凭借神骨之力，即便面对9星5宗，也能有5-5开的胜算。与此同时，七玄宗长生殿内，宗主猛然睁开双眼，眼神锐利如风。这股波动是神骨的气息，难不成轩儿的神骨又完成了一次蜕变？不可能吧？这才过去多久，怎会如此之快？就在长生殿内几位长老与宗主议论之际，又一道更为磅礴的灵力呼啸而起。感受到这股灵力带来的压迫感，七玄宗宗主长身而起。这股气息的源头是后山，莫非是火云祖师？七玄宗后山禁地中，阵阵火光冲天而起，火光缭绕间，一股赫赫天威弥漫开来，伴随着阵阵震耳欲聋的狂笑。6000年，整整6000年，终于让我等到一位神奇之人。伴随着火云祖师的身影出现在凌轩住所附近，七玄宗宗主与各大长老也先后赶至。这位便是6000年前将火之大道凝聚至真神境的绝世强者火云祖师。火云祖师不是早在6000年就已作化了吗？为何今日会突然现身？听到周围长老们的议论，七玄宗宗主缓缓摇头，神色凝重。这并非火云祖师的真身，而是他留在时间长河中的一缕执念所化。一丝残念便有如此威势，难以想象火云祖师全盛时期该是何等恐怖的存在。火云祖师已然作化6000年，今日残念现世，偏偏又赶在凌轩神骨蜕变的节骨眼上，此事绝不像表面这般简单。想到此处，七玄宗宗主扫了一眼火云祖师的残念，随即又将目光投向凌轩所在的大殿。就在此时，火云祖师的残念一步踏出，周身火焰暴涨，瞬间便落在凌轩所在的大殿上空，目光精准锁定了刚走出大殿的凌轩。神骨蜕变已到20%，小小年纪便有如此造诣，实属难得。不知你可愿追随本座，修行天火大道？众弟子闻声，皆是面露羡慕。火云祖师现世，敬畏传承。一时间，众人对凌轩的羡慕达到了顶峰。火云祖师的传承，对凌轩而言不至于天大的机缘。就连七玄宗宗主及诸位长老，目光也变得滚烫起来。天火大道，听起来好像很厉害。就在凌轩准备应允时，体内由大道气运凝聚的转盘忽然传来一阵滚烫的触感。怎么回事？难不成大道气运不愿让我接下火云祖师的传承？感受着体内与天火大道相关的气运波动，凌轩眼神微眯，心中当即有了决断。感谢祖师抬爱，弟子天资尚浅，光是开启神骨便已损耗太多精力，实在没有余力继承天火大道。还请祖师在宗门内另选贤能。在七玄宗弟子看来，继承火云祖师的天火大道，不仅对凌轩是无上机缘，对整个七玄宗亦是莫大福缘。可凌轩居然拒绝了，一众弟子哗然，满脸不敢置信，连呼吸都停滞了几分。参悟我天火大道，他日实力直逼真神，你可想好，当真不愿继承？哼，弟子当真不愿。若说先前拒绝是因大道气运的排斥，此刻凌轩已然确定，火云祖师心中有鬼。天空之上，被火焰包裹的火云祖师虚影，神色骤然变得诡异。6000年的等待，早已耗尽我最后一丝残念的力量。好不容易碰到合适的肉身，老夫岂会放过？早在凌轩第一次觉醒神骨时，火云祖师便已感知到他的气息，只是那时凌轩神骨开启仅10%，强行夺舍恐导致神骨崩散。如今神骨开启达20%，他终于按捺不住了。老夫本想趁此子接受天火传承时趁机夺舍，也罢，这小子不愿接受传承，就别怪老夫强取了。话音刚落，火云祖师的虚影猛然摇身一变，化作一道灼热的天火印记。不等七玄宗众人反应过来，这道天火印记已如闪电般窜入凌轩体内。凌轩只觉灵魂深处传来一阵刺痛，紧接着火云祖师的声音便在他脑海中炸响：无耻小儿，老夫好言相劝你不听，就别怪老夫无情。你这肉身，这神骨，老夫收定了。就在火云祖师暗自得意之际，一道璀璨金光骤然从凌轩体内迸发，瞬间将他的残念笼罩。这是什么东西？火云祖师清晰地感受到自身残念正在被飞速炼化。这一刻，他彻底慌了。不等他再多说一句，凌轩的声音便在他耳边响起：原来是想夺舍啊！火云老贼，你也太小看我的外挂了。不，凌轩，我并非要夺舍，你听我解释。火云祖师还想狡辩，凌轩却懒得再听，任由体内的系统转盘将其残念彻底炼化。获得大道气运加300。炼化这老贼的一缕残念，还能加大道气运，这波不亏啊！
火云祖师一事最终不了了之，碍于祖师的身份悬殊，七玄宗宗主也不便过多过问。接下来的日子里，宗主以为林轩巩固修为为幌子，接连派人送来各类天材地宝。接下来的几日，林轩一边稳固修为，一边频繁给江烟写信，还顺带将宗主送来的天材地宝转赠于他，狠狠在江烟身上刷了一波好感度与大道气运。得知江烟加入苍兰剑府后，林轩心中不禁感慨，不愧是天命之女，短短数日便从一名废材少女一跃成为苍兰剑府剑三娘的关门弟子。半月时光转瞬即逝，七玄宗后山生死秘境入口处，今日是生死秘境开启之日。林轩在一众弟子的仰望中，缓步走到秘境入口前。轩儿，你若能顺利通过生死秘境，从今往后便是我七玄宗名副其实的少宗主。弟子定当竭尽全力，不辱使命。既然如此，今日生死秘境。等等，声落，一道刺耳的剑鸣骤然划破天际，紧接着，一位剑眉星目、身子挺拔的年轻男子踏进而来，周身剑意凛然。是周青，他居然也回来了。周青师兄，就是那位比林轩师兄早15年成为亲传弟子的剑魔周青。传闻周青天生剑体，出生之日，其家族祖传古剑便自发长鸣，异象惊动四方。不愧是剑魔，周青师兄一出现，我便觉得浑身发冷，连动都不敢动。在这磅礴的剑意威压下，下方一众七玄宗弟子皆感后背发凉，纷纷屏住了呼吸。多年游历在外，竟让周青突破至9星5宗境界，倒是小瞧了他。没想到我离宗数年，宗门内竟出了位神奇之人。哈哈哈，多年未见，周青，你的剑还是这般锐不可当啊！话音未落，一道壮硕身影从众弟子头顶掠过，重重地砸在地面上，震得地面裂开数道蛛网状的缝隙。是秦苍，他也回来了。秦苍师兄比周青师兄更早成为亲传弟子，两人向来是彼此为死敌，今日怎么会一同归来？秦苍每迈出一步，大地便随之微微颤抖，脚下的裂缝不断蔓延。大块头，你也回来了。今日是宗门开启生死试炼，选定少宗主的大日子，这种出风头的机会，怎么能少得了我秦苍？想当七玄宗少宗主，得拿出真本事来。七玄宗宗主望着对峙的二人，神色愈发凝重。周青天生剑体，如今已是9星5宗。秦苍身怀霸体，常年与妖族赤膊厮杀，实力深不可测。二人此番一同归来，怕是来者不善。这场生死试炼越来越热闹了。就在七玄宗宗主与长老们盘秦苍、周青之际，天空突然狂风大作，紧接着丁声携着秦苍身形一僵，竟不受控制的后退了几步，这是源自血脉深处的压制。何人敢在我七玄宗山门放肆？多年不见，玄金长老的脾气还是这般火爆。话音刚落，雷鸣渐散，一位脚踏黑龙的青年缓缓进来，周身裹着蓝袍。你是云天南？云天南，他不是100年前在上古遗迹失踪，早已凶多吉少了吗？在场长老们的脸色接连变幻。作为七玄宗100年前的亲传弟子，林天南当年可是衡阳南方同境的不敌天骄。若非林轩觉醒神骨，即便放眼如今的宗门，也无人能在他面前抬头。想当年，云天南天资卓绝，一人独得七玄宗3代祖师的传承。若不是他当年为寻真神秘藏闯入上古遗迹后失踪，本就是最有资格继承少宗主之位的弟子。七玄宗宗主眼眸微眯，心中暗忖：原本这场生死试炼是专为林轩所开，可如今接连来了周青、秦苍、云天南3位往届亲传弟子，按照宗门规矩，他们皆有资格参与试炼，争夺少宗主之位。七玄宗宗主挥手间，一道璀璨漩涡浮现，正是生死试炼的入口。本次试炼弟子周青，最终谁能成为七玄宗少宗主继承人，全凭各自在试炼中所得经验与实力。诸位，请吧。3位，我先行一步。话音未落，云天南身形一闪，率先跨入试炼入口，瞬间消失不见。周青与秦苍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警惕，随即也相继抬脚踏入其中。唯有林轩不急不缓，悠哉悠哉地跟在最后进入。宗主，不好了，有人混进秘境了。哦！宗主挥手照出秘境镜像，投影在所有七玄宗弟子面前。画面中，林轩4人刚踏入秘境，一道黑袍人影便鬼鬼祟祟地紧随其后，溜进了光门。见此情形，七玄宗宗主猛地一拍手桌，桌面瞬间裂开数道缝隙。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本宗主眼皮子底下混入生死试炼！另一边，秘境之内，林轩踏入秘境后，并未急于前行，而是东张西望地观察着四周，感受着秘境中与外界截然不同的天地灵气变化。不必看了，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小世界，与外界6大荒域并非同一平行时空。云天南被困上古秘境100年，对这类独立空间的特性最为了解。
既然如此，我们在此分道扬镳，各寻机缘。各行其缘，倒也省心。起初，秦苍与周青的目标只有林轩一人，可云天南的出现让局势彻底改变。相较于林轩，这位100年前的无敌天骄显然更具威胁，两人的注意力也随之大半落在了云天南身上。该死，不知云天南这100年实力精进多少。不过我手中有上古铁剑傍身，真要交手，未必会输给他。云天南的龙威虽对我有血脉压制，但真到了拼命时刻，我催动霸体杀招，他也未必能讨到好处。云天南将两人的警惕尽收眼底，嘴角勾起一抹漠然的笑意。早在100年前，他便已是铜镜无敌，如今历经100年沉淀，更非寻常天骄可比。不过是2个9星武宗罢了，即便加上林轩这个神奇之人联手，又能翻起什么风浪？他在干什么？秦苍的目光落在不远处的林轩身上，此刻林轩正站在一尊古老石像前，一动不动，仿佛在钻研什么，故弄玄虚罢了。在3人眼中，那不过是一尊普通的秘境石像，毫无特殊之处，实在不懂林轩为何如此专注。蜕变。林轩话音刚落，周身骤然爆发出璀璨金光，神骨的气息源源不断地向外扩散。他的神骨竟在此时蜕变。什么？3人脸色同时巨变，心中掀起惊涛骇浪。难道那尊看似普通的石像，暗藏他们未能察觉的破绽与机缘？3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他们皆是自命不凡的天骄，如今却被林轩抢了先机，出了风头，心中如何甘心？对视一眼后，3人不再停留，转身朝着秘境深处寻觅其他机缘而去。待3人彻底走远，林轩迅速回头张望一圈，确认无人躲在暗处，这才松了口气。这3个老阴比实力都强横的很，我故意展露点神骨蜕变的动静，吸引他们注意力，怕是最先被针对的就是我。看来是时候来波10连抽了。林轩指尖轻点，体内大道气运凝聚的抽奖轮盘飞速转动起来，指针连续转动10次，最终停下。林轩的面前浮现出3样物品：3枚大道果实，2枚瞬息丹，还有一本名为《浮光掠影》的幻术秘籍。林轩率先拿起一枚瞬息丹，系统界面自动弹出介绍：瞬息丹特殊丹药，无论宿主遭受何种重创，哪怕命悬一线，只要尚有一口气在，服用此丹即可瞬间满血复活，恢复巅峰状态。这哪里是丹药，分明是多了2条保命的性命啊！林轩又拿起《浮光掠影》秘籍，系统介绍再次弹出：浮光掠影，顶级幻术，施展后可构建完美幻境，即便真神当面也难以分辨虚实。这幻术倒是有点意思。林轩抬头望向不远处3人的背影，眼中闪过一丝狡黠，偷偷打了个响指。刹那间，秘境上空一道惊雷劈下，轰隆声响震彻天地，地面被劈开一道横贯百里的深渊。深渊底部，一具沉寂无数岁月的骸骨缓缓站起身来，周身散发着古朴的威压。吾乃七玄宗第4代祖师王腾，当年为镇压魔物于此，留此传承以待有缘人。给我一波着，虚镇守正道，捍卫苍生。秘境外，通过镜像投影看到这一幕，七玄宗宗主与诸位长老皆是面露惊色，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没想到他们刚踏入秘境，便遇上了4代祖师的传承，这可是天大的机缘啊！竟不知王腾祖师的传承会藏在秘境之中，不知他们4人之中谁能成为祖师选中的有缘人。相较于外界的动静，云天南、秦苍和周青3人见到4代祖王腾后，皆是满脸震愕。传闻王腾祖师早年在中荒灵域曾机缘巧合夺得半部远古秘藏，据说这半部远古秘藏正是真神遗留世间的传承之宝，若能得手，定能如4代祖一般暴力苍穹，独断万古。 3人眼底皆燃起炽热的光芒，尽显渴求之色。4代祖若是要遴选传人，舍我云天南其谁？你算什么东西？这传承必定是我的。相较于2人争执不休，周青已然率先亮剑，抢占先机。抱歉，这传承之争，我也想分一杯羹。既然如此，那就手底下见真章，看看谁才有资格做4代祖的传人。话落，云天南猛地踏定脚步，武王境界的威压瞬间席卷开来。真当武王境就能天下无敌了？话音未落，秦苍身上也爆发出同等恐怖的磅礴气息。武王之境，这些年我在外历练，也不是没斩杀过。面对云天南这等强敌，周青当即选择与秦苍联手对敌。2对1，咱们的胜算可就大得多了。周青横剑而立，目光扫向一旁的林轩，要不要一起？算了吧，这废物压根就没胆量跟我们争这传承。下一刻，周青率先发难，剑气如虹直逼云天南，秦苍也紧随其后，身形一晃便朝着云天南冲杀而去。自寻死路，3人瞬间激战在一起，秘境天地如随之剧烈起来，刀光剑影间杀机四起，交锋之势瞬息万变。林轩望着场内酣战的3人，反倒缓缓向后退开，寻了处僻静妥当的位置，悠哉地从系统空间取出一颗大道果实。这观战位置当真不错，这3SB还号称七玄宗最强亲传弟子，结果为了一个幻术打得不可开交。林轩暗自感慨浮光掠影幻术的强悍，他起初不过是想试试这技能的效果，没料到这3位号称亲传弟子的顶尖人物，竟真的当场剑拔弩张，大打出手。3人激战正浓，散发着无上威压的王腾祖师识海，竟开始缓缓消散。
这幻术时间未免太短了吧？我还没看过影啊！在林轩愣神之际，王腾尸骸竟是化作了一道流光，径直涌入林轩体内。三人皆是见到那最后一缕光涌入了林轩身上，一时间，林轩成为众矢之的。奶奶的，这下玩脱了！这3个老银币，该不会以为我得到了传承吧？望着云天南三人虎视眈眈的模样，林轩心里有些犯怵。三位，我要说那是幻术，你们肯定不信吧？此刻，谁会在乎林轩的说辞？他们互相搏杀，只为争夺传承，却不曾想被林轩抢了去。这是换作是谁，都会感到格外愤怒。林轩，将传承交出来！好，好，好，小子让我们3个鹬蚌相争，你倒想竞相渔翁之利益？小子，乖乖交出传承，否则死！霎时间，三人身上皆是爆发出可怕的气息。见此，林轩缓缓后退。三位，别冲动，误会都是误会，哪有什么传承的？你们看错了，那都是幻术，找死！下一刻，林天南脚下黑龙陡然出现，猛地向着林轩而去。见此，林轩脚步一踏地面，身形迅速向后退去。我都说了，那是幻术，你们要再动手的话，我可就要还手了呀！还手，我倒要见识见识你这神奇之人有多厉害！话落，秦苍身体拔地而起，半空中，他的拳头化作大手，猛地向林轩抓来。另外一边，周青猛地挥出一剑，剑气纵横百里，向着林轩呼啸而下。两道力量交织，瞬间将林轩身影掩盖。轰！爆炸声响起，阵阵烟尘已然将林轩彻底笼罩其中。就这点实力还敢染指传承？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点实力也配跟我等争这七玄宗少宗主之位？神奇之人又能如何？还不是照样被我等镇上？烟尘缓缓消散，一缕金光自烟尘中映照而出。三位，这可是你们逼我的！在众人视线里，林轩周身缭绕着神谷金光。见此，三人眼眸微微眯起，似是有些忌惮金光中的林轩。这么热闹，不如我来掺一脚如何？远处传来的声音令三人微微一愣，就连准备动手的林轩也是诧异地看向不远处缓缓走来的黑袍身影。这生死试炼不是只有我们4个吗？他又是从何而来？在林轩以及云天南4人的目光注视下，黑袍人缓缓掀开斗篷，露出一张绝美的俏脸。检测天命之女接近你，来自江燕的好感度+10，大道气运+10，+20，+50。侥幸姐，